6号，中国大陆试射了这个导弹啊，它是潜射战略飞弹巨浪，从渤海发射到南太平洋，弹道几乎横跨整个太平洋，经过了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菲律宾海，全程8000多公里，全世界都很瞩目，因为它从第一岛链发射出去，可以覆盖从阿拉斯加到美国本土西海岸的全部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人或是美国的战略专家也都在分析，包括《纽约时报》就找了资深分析师来谈来研究中国大陆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像是这一位先生阿尔伯克，他就说有可能发射的是巨浪3，然后呢，它可以打击到美国的西岸中国可以更有把握的确保潜舰在必要的时候完成发射，不易遭到美方迅速的摧毁。那川普什么态度？他沉默了他没讲什么话。一般预料可能因为9月底习近平要到美国去访问他。所以呢，他必须稳定双边的关系，包括在美国境内也有很多学者说，哎呀，中国威胁论中国很可怕会把这个美国如何如何。可是川普缓颊了，他说，所谓中国问题专家让张家敦主张的中国的威胁让全世界塌下来，他认为是危言耸听。那当然很多人都说，因为川普他的利益为主，所以在9月底之前，他对习近平、他对中国大陆都是非常非常善意的。可是这个美国不怕，或是美国不说话，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很害怕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试射巨浪之后，没有多久中俄举行海上联合军演，中国派出来的是驱逐舰鞍山舰。俄罗斯呢是用航空母舰航母杀手航母杀手瓦良格号列阵在黄海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呢，瓦良格号这个它叫导弹巡洋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有航母杀手之称所以日本当然非常的紧张北京的节奏加快，它各种的战略目的那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日本要陪跑，他严重关切，主动陪跑，意思就是说他在旁边可能也会派出这个各种的舰队各种的船舰观察，陪着航行。那还有一个国家菲律宾，现在他也非常有危机感，在日本在美国的一个联合阵线上，我们看到这3个国家经常联合军演，所以呢，专家就说这个是来自于日本的情报专家江崎道郎。他就呼吁日本还有盟友防卫思维扩到第2岛链意思是中国大陆已经突破第1岛链了，所以这个可能要把第2岛链更加严格的这个守住菲律宾的小马可仕是要求军方坚定攘外，剑指中国的南海作为，因为南海的争议或者是大家互相别苗头这件事情已经很多年了。日本呢可能觉得菲律宾的武器太过老旧，所以赠送给他5艘阿古卫级的护卫舰，2年之内会交付这是菲律宾的防长他也对外这样子的说明。而日本驻华大使馆发文提醒在华企业日本的企业要注意中方的出口管制之前不是有一个日本的企业这个算是日本人，他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日企工作就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所以你可以看到暗潮汹涌在我们这个区域。来请教将军。这是解放军试射的这种潜射型的导弹，到底是巨浪2还是巨浪3？这个外国的媒体以及很多军事专家都研判应该是巨浪3，但是我们国防部长跟我们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坚持说是巨浪2。我特别要讲，你就这么有把握是巨浪2吗？难道你光看那张照片，还是我们这个台湾的情报有这么灵敏如果说情报这么灵敏，昨天一试射，我们情报马上知道是巨浪2还是巨浪3，那不得不佩服我们台湾情报工作确实做得很好。那万一不是这款导弹的话，那试问一下，那是不是让这个全世界贻笑大方，说你台湾的情报做得如此，甚至于由这个国防部长跟国安会秘书长
都被打脸哈。如果说解放军现在他们自己并没有公告说是哪一款的导弹，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高层会坚持说是巨浪2，然后不按照美国的专家说是巨浪3？我觉得这是有一点因为巨浪2哈。大概它的射程8000公里，8000公里，如果说从这边发射的话，中国大陆沿岸发射，大概只能打到这个美国的西海岸。可是如果巨浪3的话，它可以打到美国的东海岸，也就是可以打到美国的这个华盛顿啊、纽约啊，这些美国精华地段。所以当然我们以一个这个国家安全立场来讲的话，当然是要尽量战略上面要藐视敌人，把他看到说你只能打巨浪2，你不能打巨浪3。但是我特别认为说是，如果说解放军他巨浪3他都已经试射过了，他为什么这次要跟你试射这个短一型的？我觉得就他来讲，他如果说是要威慑美国来讲的话，一定打出他最先进的导弹，让你美国感受到这个威力跟压力哈。这第一个。第二个，中俄这次的军演哈，我们很明显看出来，这个现在我倒关心的哈，倒是他们这个联合舰队会开到什么地方去哈？那当然俄罗斯用的是一艘瓦格良号上面的这种反舰导弹叫火山岩哈，它的这种威力是很大，号称也是航母杀手。那搭配上中国解放军的055、052哈这些护卫舰来讲的话，应该是很蛮强的一个战力。可是我现在比较关心的，这个舰队会开到什么地方去？第一个哈，这个如果说它往南开啊，穿过宫古海峡会不会到关岛那个地方去？那很明显的，如果说从这边走的话，可能就是针对美国的意味比较浓厚。但是如果反过来，它往北边走，穿过对马海峡开到白令海的话，我跟你讲哈，那或者是说到日本的周边去绕一圈，所以这两个如果说这个舰队走的这两个方向哈，它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威慑的对象哈，可能就不一样，威慑的意味也不一样。那为什么中俄现在这两国上个月才实施空中的联合战备警巡，那现在又实施海上的联合警巡？我觉得跟高市早苗这段时间发表的相关言论有关。我们看到高市早苗现在不只是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很明显的他要替美国担任起第一岛链围堵中国的这个工作。我们看到除了台湾之外，他现在居然连菲律宾他也要纳进来了，对将这个他的阿5卫级的这种护卫舰免费赠送给菲律宾。当然菲律宾有人免费赠送给他当然很高兴了。可是是不是这个美国要日本我想说高市早苗是不是也很乐意承担起对第一岛链？他这个第一岛链的定义就不只是说是琉球群岛了，那可能包括我们台湾一直往南到达菲律宾。那这一整个第一岛链围堵中国的这种工作来讲的话，就由日本来承担起，所以他会武装菲律宾这个。那对于台湾来讲，由于基于中国的这种外交上的压力来讲的话，我们没看到日本对我们提供什么，只是高市早苗嘴巴上面讲的那些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可是实质上面我们没有看到日本对我们台湾提供什么样协助跟这个帮忙。因此中国大陆从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除了跟俄罗斯实施联合空中战备警巡，这次又联合实施海上的这种巡航之外，那这2天听说大陆来讲，总共有100多艘的舰艇正在整个第一岛链周边地区，从这个东海、台海一直到南海。当然，我们有一种比较阿 Q 的解释说，他在避台风，但我不认为他在避台风了。然后如果说避台风，干嘛要这个像炸弹开花一样穿过日本的从北边来讲横当水道宫古水道、对马海峡，从这个地方都分别的穿越过去？我觉得很明显的，中日两国在第一岛链这边，中国的海军一定要突穿第一岛链，那日本想要将中国围堵在第一岛链，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日本来讲的话，你要考虑到你国土纵深有限，那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有一点自不量力。是，来，平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国防部这个吴钊燮跟顾立雄两个都很妙，一口咬定就是人家射的是巨浪2。对，他说根据他的射高跟他射程来判断，因为巨浪2一般认为说他在射程8000公里，所以他射了7000多，他就想说这应该是巨浪2，你射250，
所以第一个，美国一年要试射2次到6次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它要试验它的武器装备是不是太老旧了，是不是还符合现代的性能。那第二个呢，美国试射的义勇兵3型，它的实际射程没有人知道，就是它最大射程，但是一般推估是在13000到14000公里以上。那你知道美国每次都射多远？它每次都射到大概马绍尔群岛那边，大概6、7千公里而已。那所以呢，你认为美国试射的是哪一个导弹？所以不，谁告诉你它试射一定就是射到最大射程的？我真的觉得我们有的时候阿 Q 到让人家很想笑，就是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那反过来说，假设我们情报真的是正确的，我们就是全世界都搞错了，我们确实掌握它射的就是巨浪2，对，那你又把它讲出来，其实很危险。这样子，我们部件在敌方的这些情报单位可能就会被破获，会曝光。对啊，你忘了当年李登辉害死过什么人？对，哑巴蛋。是啊，所以这怎么讲都是不对。国际都是讲巨浪3，你就跟着讲巨浪3不就结了吗？对，你为什么要去扯这个东西？这样是代表你比较厉害吗？我真的不太懂。我们这个顾立雄跟吴钊燮这2个250到底在干嘛？然后川普又在刁张家敦，实际上啦，这个可能有人会解读说川普很讨厌中国威胁论，其实不是，川普单纯是很讨厌张家敦，他已经刁张家敦刁过好几次了，你知道吗？因为张家敦除了中国威胁论之外，他有另外很矛盾的论点，叫中国崩溃论。对他讲好久了对，10年以上。他就一直，反正中国对你有很大的威胁，可是中国快崩溃了。对，就一直反复不断这样重来，所以川普还是听得很烦吧，觉得这个家伙又在胡说八道。所以这倒不是川普真的不认为中国对他产生威胁。实际上，我认为川普是知道中国对他产生威胁的，因为你看，光是从去年到今年的贸易战就很清楚的知道，川普也知道中国大陆不是一个很好惹的对手，所以他现在正在努力的想要营造9月24号这个习近平去华府拜访和谐的氛围，他甚至还要为习近平到来特别建一个很大的接待中心，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不要去坏川普的好事了吧。那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俄在密集的演习，刚绕完日本，然后现在又重新在他家门口再来一次演习，那日本当然会很紧张，可是日本早就应该料到啊，你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家正常化的这样一个措施之后，中俄一定会有这种反应。我们早就讲过了，高市早苗自己也心知肚明，可是你还是要准备这样做，那就是你选择要去对抗。所以未来日本，抱歉哦，我觉得这位专家叫做江崎道朗讲得很对，也就是你要面对的可不是单纯第一岛链正面来的威胁，你可能你的背面、你的上面、你的四面八方都可能会有威胁过来。那这就是高市早苗自己让自己陷入战略险境，这就是日本人的选择。来，大钟老师，那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海上联合哈，它是从7月6号到7月13号举行，这是年度重要的军演。当然一直以来都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哈，因为早期大家很清楚，这种演习其实后面有强大的政治目的哈，就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一起面对来自西方包括美国包括北约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围堵或遏制。那进行到现在，其实它已经是很有规模，而且是非常非常制式。那这一次其实在7月5号开始就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大概有4艘船到青岛。然后接下来就是实弹的演训，然后刚刚还特别提到说还有进行一些这个远程的一些巡航，这为大家非常非常的关注。那这里面这个瓦良格号，我们知道它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它的吨位非常非常大。那当然其实它的设计非常老，它是在1970年代末期的设计，1983年下水，1989年正式服役。其实它是在冷战末期这个苏联海军的一个设计的思维，主要就是在数量上比不过西方，比不过美国，但它的重点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反舰的飞弹的能力。刚才将军所讲，火山大概有16枚，射程大概是500到700公里，而且是超音速的这种飞弹。所以它的主要目标是摧毁希望能够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那这样的思维，但是的确包括它的一些电子系统、电站系统跟整体的性能，其实历经这么多年，它的这种更新改革其实不如美军的
其他主要的这个水上的舰艇。但这一次如果是对比于中国大陆啊北部战区啊，它也派遣了6艘军舰。你看蔚山舰05，它是非常非常新的啊，我们叫做万吨大驱，12000吨到13000吨，它有112个垂直发射系统。那如果是对比于像现在中国大陆海军刚刚讲的这个万吨大驱为这个所谓的这个鞍山号的话，其实它是差的非常非常多。那这一次中国大陆还包括052D 驱逐舰啊开封号，还有包括054A 哈这个芜湖号，还有可可西里号所谓的这个综合补给舰，还有1艘潜舰救难舰，再加上1艘潜舰，所以是6艘中国大陆的海军军舰，加上4艘哈这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一共10艘。我们都说这个规模并不是非常非常大，9到10艘。比起过去来讲，是规模稍微小了一些，但是一般来判断是你后面的这个巡航的这个范围到哪边。那外界最在意的还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政治的巡航，意思是说中俄除了之前讲的这个联合海上巡航之外，年度的军演，我觉得是在主要现在就是在对日本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压力。是。川普呢，他到北约去开峰会，结果跟他的盟友又吵架了。我们看到他骂这些盟友，骂这些北约的国家什么话呢？他说我们可以立刻把所有的士兵都撤出欧洲啊，而且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来控制，而不是丹麦。那另外呢，他还说了，在美国跟伊朗冲突期间，我要求你们这些盟友给我来点支援吧，我是在测试你们。可是意大利、德国、法国都拒绝我们了，所以我很生气。他在这个场合讲了这一些话，北约的秘书长当然也不依哦。冯德莱恩就说北约我们持续推动减少对美国国防的依赖所以我们要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更强大的北约。所以他们要分手了吗？恐怕也未必。我们先来看看加拿大，他可能想先跟川普分手吧，他就先向德国买了12艘潜艇。他说我要摆脱对华府的依赖我立刻用行动来证明输美亲欧这是关键的一步。那另外，川普这一次为什么会出席峰会呢？因为举办的地点是在土耳其，他就说我要给土耳其面子，不然我才不来嘞。我对北约很失望啊！如果不是土耳其，我才不理你们你可以看到他挽着两个人挽着手，好亲密啊！这是多尔段土耳其的总统。另外有一件事情，现在在这个世界各地就是这些盟国，他们就对美国来说的盟国来说，他们有一些反弹，美国国内也有反弹，就是川普说他要很快的决定是不是要把 F-35卖给土耳其，因为他说土耳其很好，他比其他国家还要忠诚。可是我们把时间退回2019年7月，那个时候埃尔段就是这个土耳其的总统，他坚持采购俄制的 S-400防空飞弹系统，可是他可以这个系统可能可以借由雷达的侦讯搜集并且泄露 F-35的关键逆踪的技术情报给莫斯科，因为可能有通所以美国就说我不行再把这个 F-35卖给你了，我就把这个计划给取消了。那现在如果川普要把 F-35卖给土耳其，国会恐怕也不依包括你看到他的盟友纳坦雅胡就说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出售 F-35给土耳其呢？因为土耳其我们不信任所以你可以看到国际的关系，因为川普可能他的想法改变了，就会卷起千堆雪。另外我们看到伊朗的国葬才刚刚落幕，川普又开火了川普现在我们看到的他用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发射一系列的强力打击，包括80个目标，防空系统指挥，还有网络控制，沿岸的雷达站、反舰飞弹能力，海峡内外，讲的是赫姆兹海峡超过60艘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所以又狂轰猛炸。那伊朗当然也回击，他说他已经击落了美军 MQ-9 无人机，包括巴林、科威特也响起了空袭警报，所以这个区域看起来还是不平静。彬哥，这个老实讲，我觉得川普有的时候就是很欢就是来来去去，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边格陵兰的事情，大家好不容易忘记那你现在跟北约之间
关系已经搞得这么僵了，然后你还在搞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就像那个死的草要糖的那个小孩，那个臭小孩，就是反正你不给我糖，我就一直跟你闹，闹个没完没了，这样闹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北约这些国家也是，就是他们长期依赖美国的依赖习惯，现在突然之间美国开始要挟说要抽腿，他们一个个吓了个半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冯德莱恩虽然说欧洲比5年前强大，但他自己相信他自己讲的话吗？欧洲真的有比5年前强大吗？光是一个乌克兰已经让欧洲失掉多少血？那欧洲在这5年有真的整军经武，大幅增加他们的军备吗？看起来好像没有啊。那欧洲到底哪里比5年前强大？我实在是看不太出来。看起来他们对美国的依赖还是非常非常重。不然的话，如果你对美国依赖如此减轻的话，那你大可以跟美国说 say no 啊。你说乌克兰的事情我们欧洲人自己搞定，你美国人就回你美洲去吧。北约敢这样讲吗？也不敢嘛。所以川普就是看准了你们北约这些国家的手脚，所以动不动就来要挟你们。现在你看在土耳其就直接洗脸你，他其实是故意做面子给埃尔多安看。他回去到底会不会卖 F-35再说啊？那还要看这个埃尔多安搞不好也要送他一个空军1号之类的，搞不好他才会愿意。但是因为这个 F-35给土耳其其实牵涉到国防机密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有苏联的 S-400跟他的雷达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你 F-35土耳其也有，那他很可能就会收集到很多 F-35的数据，俄罗斯就可能从而去破解 F-35的一些特征。对，那这样子对 F-35当然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就算川普有心想要卖，也未必能够卖得掉。但是加拿大现在去跟德国买潜舰，这个是破天荒的。加拿大从来没有跟德国买过潜舰，他这次特别决定这样做，表示他真的是要慢慢开始摆脱。以前加拿大买武器不是跟美国买，就是跟英国买，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他大英国协的一份子嘛。那现在看起来，因为英国现在很多东西武器也是在依赖美国，所以他干脆选择德国。那选择德国这个交易到底会不会成呢？因为请注意哦，现在是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会不会过一阵子两国关系回心转意，到最后又改变？这很难讲，不要忘了，又不买了。当初法国本来跟澳洲都谈好了，结果美国就出来蓝湖，就蓝湖蓝到现在，美国在跟澳洲讲说，我没有新的潜舰可以卖给你，然后就现在看是不是要拿这些役期中的甚至退役的潜舰拿来给澳洲用，所以我觉得美国就是这样很二把，但是他有实力在，你也拿他没办法。那还有纳坦雅胡现在看起来又热了，因为美伊看起来又起冲突。那这个打打停停打打，你看哦，美国说他一下子攻击了60处以上的这个伊朗的这个目标，那看起来应该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啊。那你看伊朗更狠，我回击85处目标，美国现在在中东还有85处目标吗？我都很怀疑。他讲的这些邻国吧？对啊，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看起来好像打得很凶，可是实际上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觉得他们主要都还是在摆出一个态势，你攻击我一下，我就碰你一下，就好像小孩子在玩手，你知道，你推我一下，我就回推你一下，我们就互相推。可是真的要打，双方都没在动手。我觉得双方到目前都有点精疲力竭了，他们还是想要谈，只是谈一谈，有时候条件不满意，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发生，大家就开始玩一些小动作。可是到最后还是比较倾向于回归谈判桌。我认为谈判到现在还没有破裂，还会继续再谈。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国跟伊朗又互轰了，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可能迎来和平呢？我想这是全世界大家必须要关心的事情哈。如果说是美国跟伊朗是不是这个停火协议破裂又开始打起来了，那关系到尔后来讲荷姆兹海峡的会不会开放哈，也关系到全球的油价通货膨胀会不会再起哈。我跟各位观众报告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当然，这个美伊双方达成了所谓和平谈判的 MOU 里面哈，这60天的这种停火期间。
那时候讲好是说开放荷姆兹海峡哈，双方都讲好。可是双方美国跟伊朗对开放荷姆兹海峡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美国认为是全面要开放，所以由国际海事组织规划了通过荷姆兹海峡的2条的水运的路线，一条是靠近北边哦，靠近伊朗，另外一条是靠近南部哈，阿曼靠近这2条水道哈。但是伊朗对于开放荷姆兹海峡，它的定义说你只能走我北边这条航道，这条航道是哪里呢？也就是拉拉克岛。这个在荷姆兹海峡北边有一个拉拉克岛，这个拉拉克岛有多重要？当初我们在这边讨论说，美军会不会发动地面作战去夺取一个这种控制荷姆兹海峡的小岛，就是要打拉拉克岛。那时候我们在这边也讨论过。那拉拉克岛，伊朗说你如果说要进入波斯湾的话，要走我拉拉克岛的北边的航道；要出波斯湾要走我南边哈。那但是有些游轮，这是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它的规划路线走阿曼，这个靠近南边这边。那结果伊朗就对这些走南边的船只发动攻击，包括前2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长荣货轮的长力轮，就是走这个阿曼这个海域和这个水道被打。那很明显的，这个伊朗做这个举动的目的就是说，在60天的这种和平谈判协议完之后，他要控制整个荷姆兹海峡，由他所控制。我认为说是伊朗很明显了，他未来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收取，当然他可以用各种名目了，比如说是服务费、通行费啊，或者是说这个饮水的费用、引导的费用等等哈。但是简单的讲，伊朗就是以后来讲的话，他要对荷姆兹海峡通过的轮船来收费，那就美国来讲是非常没面子的。所以美国这时候你打这些游轮，你不按照这个全面开放的话，我就对你实施攻击。可是我认为说是美国这种攻击跟伊朗的反击来讲，双方等于说是皮毛在那边互相打来打去了，都没有伤到对方的筋骨哈。因为美军很明显，我们前2天也讨论过，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它的这种 B-52轰炸机已经撤走了。它不但撤走 B-52轰炸机哈，包括主要的作战飞机它都已经撤走，甚至于连预警机、加油机都撤走。当这些的主要作战的这种轰炸机、战斗机，甚至于战斗支援的这种预警机和加油机都撤走，代表美国并没有准备要在这个地方做长期的一个对抗伊朗的攻击。我觉得只是打给全世界看，代表说是我还在这个对伊朗这个对油轮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我还有干预权。但是我个人认为说是后续来讲，川普有没有这个能力哈？我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对伊朗在大兴这个军火，在大肆发动攻击，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让我们很担心的一件事情，会不会因为这场战争，美国贸然的发动这场战争，打到最后荷姆兹海峡通行的这种航运的收费变成伊朗的一个战果哈，打到最后就变成是真的是美国来讲，他又无力，也没有这个能力继续管，他有能力管，他早就去管了，对不对？他早就那个时候这个他就可以维护荷姆兹海峡的航运的通行权。那时候在战争期间他就没有办法维护，你说之后他还有没有能力维护？我个人是不抱着乐观的期待了。我认为会不会说当这个60天之后，双方进入谈判之后，那很可能在未来的将来整个这个航运的通行权就是掌握在荷姆兹海峡手上。另外，我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必须要担心的，这一次来讲的话，哈梅内伊的丧礼，我们看到波湾国家去了3个国家来参加其中最特殊的是沙特也派了不请自到他的外交大臣、副外交大臣他们叫大臣。也主动去参加哈梅内伊的丧礼那是不是代表说是沙特已经跟美国来讲的话之间已经决裂了？那听说那时候美国要借沙特的这种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那沙特来讲就不借因为他不愿意卷入这场战争。那这次我们看到沙特跟伊朗平常讲是牵连的世仇国家，这时候他会主动去参加这丧礼，是不是沙特很明显的跟美国做个切割？如果说他不再借基地给美军来讲的话，那我认为说是未来极可能荷姆兹海峡极可能会变成伊朗这次战争的战果，变成他收获的战果。没错，我们进一下广告。好，
好，川普跟北约真的要分手了吗？对，我觉得川普主要还是一种姿态性的展示，因为他的确对北约有很多的不满。这不满在3方面哈，第一个就是长期以来的讲法，就是他嫌北约你的付出不够，哈，总是要搭便车，哈，吃美国豆腐，应该是你自要长大，要这个更多的国防预算去做。那这里面呢，西班牙比较抵死不从，因为即便是去年北约峰会通过国防预算要占 GDP 的5%，但西班牙就拿出它的内政考量很重要，就是抵死不从，所以川普是很生气。第二个是川普在这次这个土耳其峰会里面又特别提到说格陵兰，我们很久没听到川普在提格陵兰，这一点他当然是对丹麦不满意。那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川普在去北约之前特别提到，他认为这些北约的盟国都不够忠诚。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的赖总统曾经说过，台湾之盾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其中这一项是我们中科院的强攻飞弹系统，说是因为经费不足啊，本来没有纳入，现在赖清德下令了哦，他说要把它纳进来。那顾立雄也说好的哦，国防部会把它全力纳入。那这个所谓的强攻飞弹系统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示意图，飞弹射高达到70公里，可以在中空层拦截中共的弹道飞弹，而且导入 AI 辅助快速决策哦。所以你看到呢，现在在做台湾之盾这件事情，要加紧的，要快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可能对岸的这个当然军力越来越强大了。那我们看到包括神功神鹰操演呐，我们的顾立雄部长还有总统都很关心。那另外呢，除了武力之外我们看到国防部我们的国军还恢复了一件事情，精神上的事情教育上面的事情，叫做反共爱国教育。感觉我回到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国台办说这是在教唆为民进党而战。所以到底哪一边讲的比较有道理呢？等一下我们可以请将军来告诉我们。因为过去可能有，可是现在这个某种程度暂停，所以从今年起，国军宣布恢复对3军8校院毕业生的反共爱国教育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赖总统都在忙些什么呢？今天其实是昨天7月7号，他接见了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访问团。那这一位是荷兰的众议员那大家就写了一些说了一些话发表了一些声明，就说要把民主的保护伞给撑起来。那前2天我们看到对岸不是试射这个 SLBM 吗？赖总统也特别讲了台美要加强合作，这是在武力的方面。陈冰华对岸国台办的发言人也特别讲，他说你们反应过度他的原话是这样，他说民进党当局过度反应他说民进党对这个反应过度充分暴露出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好，那当然中国大陆它的这个武力发展，我们从这一些报道和他们的试射这个飞弹可以略窥1、2。可是对于美国来说，它的智库的掌握力是不是蛮低的呢？这边有一个例子，这个是美国空军大学旗下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基本上就是一个智库，它有发布一份研究报告。那讲的是说什么？讲说解放军，中共的解放军很落后，在空军的方面。可是呢，这个东西一发布就有很多的大概比较有知识、有程度的人就说：天哪，你们怎么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发展出一套跟美国截然不同的防空压制体系，还拿中国的电影《空天猎》来作为这个它里面的一些情节来当作事实。所以这个美国在这个方向或者是智库啦，或者是对中国大陆的研究啊，是不是所知甚少，或是有一些很无知的理论呢？这个的确是一个警讯而对岸的福建舰航母舰队西沙海域密集在做操演嘛那你也可以看到它在秀肌肉。所以呢，外媒也说了歼20战机突破500架，到2030年，现在
可能算一算，掐指一算，会达到1000架哦。不仅是这个在船舰它制造的速度很快，在天上飞的这些战机，它也制作的很快，而且这个更代哦、更替哦，非常的快速。所以你看到过去有歼20，现在又有歼20A 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对比图在这里，它隆起的地方，我们用红圈画的地方，机背明显隆起，座舱罩跟机身连接处哦比较平滑，有助于降低跨音速以及超音速飞行产生的阻力哦，所以呢，它的航电整合能力和持续作战都往上 upgrade 了一个层级，而还有一种卡车叫变形金刚特种卡车，在变出跑道，它很快，1秒钟哦，大家看到这张示意图，它就像是一辆卡车平常，然后呢，它打开的时候就可以在1秒钟之内立刻哦，很快的变出一条跑道，无人机在上头电弹起飞哦。所以像这些黑科技哦，或者是说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在解放军这里看起来，的确，外界其实除了惊叹之外，其实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哎，是不是要有一些各种的防御？来请教彬哥。我觉得这个有点令人纳闷哦，就是赖清德提出台湾之盾，结果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强攻飞弹，因为它射高到70公里，那它还是中高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结果国防部在编列的时候，居然没有把它编列进去，请问一下这什么意思？他说预算不够，预算怎么可能会不够？你们1.25兆都敢编了，对不对？你就用力编啊！你编了没过再说嘛。你为什么不编？我觉得很奇怪。那现在赖清德又说一定要把它编进去，所以我现在怀疑，因为中科院之前宣称说我们强攻飞弹是很好的飞弹，是试射成功了。那试射成功，然后你不把它编进去是怎样？丢在那边不管了。所以这个有点操作有点莫名其妙。我们另外还有个瑞渊2号无人机也是一样啊，瑞渊2型无人机啊，你们也是不编啊？你们不是要发展无人机产业吗？那为什么不编？那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你们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还是你们根本就只是说一说，看哪一个东西对你们有利，哪一个东西绿油油好赚钱，你们才编，其他就不编了，是这样吗？你们到底有没有心要发展台湾的国防？而且我必须说啊，赖清德提出所谓的台湾之盾，我一直觉得不切实际。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金盾现在成功了吗？还没吧？对啊，美国都遭遇到技术上很困难，资金上很困难。如果美国都成功不了，为什么台湾可以成功？我觉得我们的自信心到底在哪里？我们的技术有比美国强吗？我们资金有比美国多吗？所以我觉得你好歹先等美国做的差不多了，你看情况，我们再来仿效或干嘛？你现在就先把头洗下去，还是你是嫌命要花台湾人的钱去帮美国人做实验？哦，有这个可能性哦。我不知道啊，对啊，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去做？这个人家都还没证明成功的事情，我们花钱去做这个事情，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为什么不先巩固最基本的东西呢？那至于说他现在说各种操演要加强，这个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要加强。其实这也反射出什么？反射出过去国军根本没怎么在操演，过去没在加强。对，过去该操演都不操演，所以现在才要加强嘛，不就是这样吗？那现在说要恢复反共教育，反共教育我们废除了24年，哦，谁废的？民进党废的。陈水扁时代吗？对啊，这你废掉了，然后你现在又要把它恢复，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你说了算，就是了。那你们到底在干嘛？我真的不懂。现在转了一圈，你现在恢复反共教育，那我们过2天是不是应该恢复教官了？是不是应该这样？那看起来有这个需要啊，就感觉很复古。对啊，现在有校园暴力啊，对啊，有这些毒品，对毒品啊这些东西，那是不是恢复教官比较好？那所以我们白白浪费这24年，到底在干嘛？我实在真的不知道。民党我有时想不通他们在干什么。那你说现在这个外国议员来很好，愿意帮助我们，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很好。可是他们说要帮我们建立民主保护伞，请问一下你做了什么？你除了嘴炮之外，你做了什么？啊，你荷兰在卖我们潜艇啊，对不对？之前你不是被老共吓了？本来你要卖我们6艘潜艇的，就卖我们2艘就不卖，剩下4艘嘞。荷兰既然这么挺台湾，为什么不卖？你们还赚钱不是吗？所以不要只出张嘴了。我每次看到这种只出张嘴的，我会觉得很恶心。你们这些人就是来骗钱的，不是吗？你们真的是来帮台湾的吗？然后这一次，这个大陆试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那当然，全世界各国都很瞩目，都在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可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的科技一直不断在进步，它的军力不断在壮大，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那美国人想要去忽视它 ，OK， 随便他。美国人如果认为中国大陆很弱，很好啊。这个我觉得写这个中国防空压制战术与条令的研究报告，这个人呢傻傻的。报告当然是要把敌人写的厉害，你才能够跟跟国会要钱嘛。你把中国大陆写成这么烂，你惨了，明年预算要不到。这个是我看起来觉得傻傻的地方哦。那人家福建舰很快大概就会形成战力了，然后它歼20也在不断的改良当中，而且数量恐怕未来这样部署下去，这个数量会非常惊人，因为目前估计可能已经超过500架，未来搞不好会达到1000架。但是我是觉得啦，如果说以中国大陆6代机已经正在试飞的状况下，它歼20搞不好不会歼那么多，因为它可能直接就换装这个下一代的第6代的战机啦。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还要再观察。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岸形成越来越多面向的，不管是在海陆空或是其他的太空方面，它都对台湾形成了很大的压制能力。那美国人说要帮我们，美国人到底要帮台湾什么？你有没有办法提供给台湾相对应的武器？要不然的话，我们老是花钱，到最后还是一样落后人家一大截。请问一下，这样花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来，将军。这个有关于这个强攻哈，我相信国防部他有他的专业判断，他认为强攻这个案子哈，在建案里面不是排在最优先的，所以他排在后面嘛。那我们看看我们总统多厉害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一句话哈，要把强攻这个系统拉回来，就要拉回来。那你有没有尊重国防部他当初建案的考量？我想国防预算就这么大一个饼，那敌人的威胁是什么样的威胁最大？哈，所以我们要优先建立什么样的案？那我想强攻为什么我也不认为强攻是我们国防很这个优先的一个建案，因为它的射高是到70公里没错哈，可以打很高。可是问题是解放军会不会用这种所谓东风17啊、东风26来攻击台湾？不会嘛，这些导弹它都是去打关岛的嘛，那会经过那么高的，我们台湾现在反而需要会打台湾的，很明显的，去年的围台军演，解放已经告诉你了，这个答题的底案都告诉你，他会用的叫做什么？叫做 PHL 那种火箭炮，这个速度快，数量多哈，然后它不需要导航，造价便宜。那是这个去年的年底的那次围台军演，他已经打过一次。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去打到天上70公里，就人家在地底下哈，在接近海面上面，最多大概就10公里射击的话，你花那么多钱去发展这种长攻系统干嘛？我觉得是不是要替美国拦截哈这个解放军攻击关岛的这种东风26，然后替他拦截，在台湾我们站在第一线嘛，就帮美军做拦截。所以为什么这个赖清德这么急的要发展强攻？我们以防卫作战来讲，我觉得这不是优先建案。那讲到反攻复国教育，我个人来讲的话，当然我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反攻复国教育。那个时候跟这时候，我跟你讲，差别在什么地方？教官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教官都是请我们军中的这种大佬来上课哈，这些上将啊，传承我们的是第一个是在精神教育传承的是黄埔精神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我们爱的是中华民国，反共爱国是爱的中华民国。但是我们看这次来讲的话，你从来上课的教官，我就感觉到这已经跟从当初的质变已经完全的不一样。我们这是找了谁来上这个课呢？他不是找军人来上课，他不是找这个军中的这些各级的高阶的指挥官上将来上课。我跟各位讲，他找谁来上课哈？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第二，他找国安会的这个咨询委员黄崇彦来上课。试问一下，这个邱垂正跟黄崇彦懂得军事吗？懂得黄埔精神吗？第三个还要找一个谁？你知道，国安调查局的安全维护处处长，一个女生叫邱丽青。试问一下，这3位你们懂得军事吗？你懂得建军吗？那你这找3个人来干嘛？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
在为这些这个毕业的出关三军官校毕业出关洗脑。那是不是我们合理怀疑你是不是在传授他的你所谓爱的国到底是哪一个国是不是台独？所以说大陆来讲，为什么我们台湾一个军校的一个毕业典礼一个课程，为什么大陆来讲会做这种反应？国台办会批为民进党而战，我觉得当然是有他的理由在这个地方了再来，我们看到解放军这次来讲的话，福建舰航母确实来讲，它其实上个月从台湾海峡由北到南穿过以后，然后在这个海南岛整补经过东西沙，现在它正在南沙那边做演练。那演练的是这个全甲板放飞的这种科目包括到歼35、歼15T 这个空警600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这个实施训练，然后。那当然啦，南海是未来这个地缘战略很重要一块地方。那包括美国，包括菲律宾这样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居然让福建舰到这边，也代表他捍卫整个南海海权的一个决心。是来大钟老师。对，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歼20的确是大家目前外界高度这个重视的一个解放军空军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整个生产的背景还是跟1990年代当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这种国际的环境或是一些安全的形势对中国大陆是息息相关的包括说91年的波湾战争90年代末期这个北约啦就是轰炸到这个南斯拉夫贝尔格勒大使馆，所以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发展出一款这种新世代的逆中的所谓的第5代战机，而且它的主要的目的跟功能大概就是制空权空优能够做长程的这种打击远程的这种拦截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在1990年代末期它开始慢慢的发展，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大概在2017年的这个前后所谓的正式的这个服役了，正式的成军。那早期它还是有一些它所谓的一些比较弱的地方，主要还是在发动机它还是靠着这个俄罗斯的发动机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一个选项所以它的推力会比较不足不过经过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也知道，那歼20其实它慢慢装配到中国大陆自己国产的这个涡扇式到现在涡扇15推力变得比较强让这个歼20的这个作战半径更大它的这个作战的这个能力也更强。那当然它还是一个属于非常先进的一个中国大陆空军的一个机种，基本上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武器装备还是放在所谓的这个内置的这个弹仓里面主要比如包括可以有4枚啦这个霹雳20是作为比较这个远程的这种飞弹，那也有所谓的霹雳10等等等等。那目前来说因为刚才主要是因为国际的智库在判断说2030年大概有1000架，那主要是因为现在就是歼20A 啦主要搭配更好性能更高的这涡扇20，那这样的推断也有道理因为成都的这个飞机这个工业它大概有4到5个生产线，每一年能够在建造大概将近100到120架，所以目前来说大概有400多架所谓的歼20，包括少量的歼20A，的确到2030年有可能这个总数达到所谓的将近1000架的歼20，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主力机种。是，